比格短剧社，就是他，人小心，没人知道他的来历。传说中能够逆天改命的顶级豪门培训师，有一个被霸凌辍学的网红美术生，被他调教成非遗传承主理人，嫁进了3代世家。还有个被网暴的2线女星，被他送去海外镀了金，成了上市集团的老板娘。可上将终归是吞针，若这针尖挑着的是财富圈层密码，阶级跃升阶梯，顶级基因迭代，更重要的是扳倒所有曾经伤害过你的仇人的机会。你说这针该不该吞？骗子，装神弄鬼，胡说八道！李思佳，你闹这儿来了！我要退费！这就是你们吹上天的培训师，全身上下没有一件正经牌子，还敢帮人嫁入豪门？黎氏财团替我砸了那么多钱，连沈凡琛身边50米都进不去，草台班子！第一，黎氏财团替你砸钱，说明你连财富支配权都没有。第二，黎氏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下周3就会登上财经版，你不过是家族续命的棋子罢了。第三，你们连对方的底细都没有摸清楚，就敢赌沈凡琛会为你动情？可我是顶级音乐学院毕业的，从小就有很多人追我。等黎家破产，你的琴技在沈凡琛眼里连尘埃都不如。沈凡琛，沈凡琛，沈氏唯一嫡系继承人，全球甄选风尚人物榜连年前3，金字塔尖孤品，多少世家千金都想带着祖辈的资源凑上去，却连他私人助理都见不到。可1个礼拜之后，我家财务危机就会公布，我的时间不多了。李家3公子从小厌恶从商，最爱艺术，刚被花钱捧红的明星前女友劈腿，他今晚会去听交响乐，丽丽会安排你临时顶替小提琴首席。首席？这怎么能说换就换？因为指挥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客户。可我刚抢到沈氏晚宴的入场资格，无故缺席是会背上黑名单的。等你成了落魄名媛，才是真正的永远隔离于上流之外。好，我都听你们的。你们还成家破产，逼死了我妈，还不肯放过我们。要怨就怨你得罪了沈家。沈凡琛，我蛰伏7年，改头换面，我们之间的账该算清。沈总，福布斯实时榜单显示，您身价一夜暴涨307亿美金，沈氏将冲击全球前10。您拒绝了皇室公主和首富之女的舞会邀请，传言说你有厌女症，是真的吗？我只厌蠢。
这么有胆子下药，我都要看看是谁。李公子已经在后台跟黎思佳聊上了，沈凡琛那边真的没问题，一切顺利。我从休息区潜进了他的房间。这药是特制的，只会让他吐出秘密，不会伤身体。这么下作的催情药，是你自己滚，还是我让安保带你出去？沈凡琛，我下的明明是催眠药。沈凡琛，有误会，不是。竟真是春药，今晚有别人在。如果他根本没中药，我今晚很难过。走。They take a piece of me, they want it all. But to wait in an empty room with a feeling that is causing it dying. But I found nobody there. 死在沈总床上，我愿意。你怕？他嘴里没一句真话，可我却莫名有种熟悉又心动的感觉。为什么他？你是凡尘。记住，程志远，你怎么能跟仇人睡在一起？快回医院，伯父病情恶化了。沈凡尘，游戏开始。帮我把昨天晚上那个女人找出来。凡琛哥哥，我是婉柔，你昨晚去哪儿了？不是说好了要陪我吗？不好意思，昨晚遇到了点意外。可是你昨天就这么丢下我，姑妈特别生气，说不想认你这个儿子了。那本来也不是我妈妈。沈总，有消息了，那女人身份不大简单。
任小星来历不明，5年前创办了这个名媛培训班，就在这里担任总培训师。培训师？他们这个班都是一些想要嫁入豪门的假名媛，有的出身低微就想往上爬，有的出身高贵但怕往下掉。任小星就帮他们分好层级和目标，而他们最高的目标就是您。以后他的消息不用再告诉我。是。死在神子床上，我愿意。抢救了这些天，你辛苦了。爸，只要你情况能稳定下来就好了。可我不好，看见你还纠结着过去，我就难受啊。可城市破产，妈的死，您的病都跟沈家有关。当年那些债主和股东威胁说要杀了你，咱们父女俩改头换面，隐姓埋名，伪造了过去的所有，才熬到了今天。我怎么可能就这么算？志远，医生说我的情况，除非手术，否则就没指望了。可手术费是天价。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的。把这老骨头算了吧，最后的日子里，爸只希望你放下过去，开开心心的，好吗？抱歉了，爸爸，这次我不能帮你。丽丽，沈凡琛凶器还在调查，当晚监起救济。凡琛，你看，这白纸黑字是你父亲亲自签署的。在你28岁，要是还不结婚的话，那核心资产处理权就不能独占。这还有半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我给你介绍了几个世家小姐，你这谁都不搭理，你这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呀？您是真的关心我，还是想捧季昭也上位？凡琛啊，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要是再不结婚的话，我就提名昭也当监事，这个合情合理啊。是啊，凡琛，你说昭也他是你的亲弟弟，他帮你，那也是应该的。你若是真不想放权，那就尽快把婚事给定下来。我们董事会也给你推荐了几家，都是3代合作的。要是你实在不喜欢，那婉柔家世清白，知书达理，也算是门当户对呀。对呀，不是什么过分的话。季阿姨，不用你操心。这沈凡琛啊，跟他爷爷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啊？想当年，我也是个影后，他爷爷就宁死都不肯让我进门，逼得朝野出生之后，就只能跟着我姓。哎，瞧瞧，把我这好姐姐给气的。当年那场车祸设计的可是天衣无缝啊，沈氏夫妇通通都成了烂泥，我们呀，一定能笑到最后。这沈凡琛不死，哼，我还真笑不出来。还有那个婉柔啊，真是不争气。那是沈凡琛确实不行，他单身这么多年，那天晚上都被下药了，他还让婉柔全身而退。信托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如果到28岁他还未婚，朝野的监视任命随时能发。我说过，以后这个女人的消息不要再告诉我。有些事儿您应该知情。之前为了调查任小星是否购买迷药，我们调了她的购物记录，但是结果并没有迷药，但调查到她这2天去药店了，购买的都是同一样东西。我已经让黑客修改了数据，保证验孕单万无一失。张医生，什么？我爸的情况更差了？那到国外还差300万手术费？哦，好。妈，请你给我们2个力量。终于来了。任小星，我们谈一下。婚前协议？沈先生怕是误会了吧？我们俩不过是露水交集，犯不着合约捆绑。你是7年来第一个能爬上我床的女人。再说，沈家也需要第3代继承人来稳定局面。沈先生怎么能确定我孩子就是你的？你的验孕单上有日期，我的人也查过。你近半个月都没有和别人过夜，总之2年时间，除了法律上的约束，你我并无关系。假结婚啊？真结婚，不过是协约婚姻，毕竟每段婚姻都应该有个期限，不是吗？条件呢？每年1000万的生活费，到期再送你一套江景公寓。如果你能配合生下孩子，我再给你加50个亿的信托基金，由孩子继承。
看来是有人把你逼得很紧啊，沈先生。这与你无关，我会把你包装得很好，到时候……没必要。让我猜猜，是你的继母季曼丽在逼你。我听说你这个继母可是影后出身，这些年来没少在沈氏兴风作浪。所以你得让对方先犯错。我父亲下周有一个心脏搭桥手术，必须得是哈佛教授的主刀，术后特护呢得是瑞士团队，疗养药必须是原厂进口的。你是觉得我沈凡琛做不到，还是你已经答应了，再和我谈条件的？沈先生别误会啊，这是我的诚意啊！我父亲的病会保证我的配合度，这可不是要挟，这是我们两个这个交易之间的附加项。我要先看到手术费到账，外加教授团队的确认函。开个玩笑，看清我或要挟我，哪个我都不在乎。成交。沈先生，合作愉快。手术很成功，但您父亲恐怕短期内还醒不过来。爸，我要结婚了。没想到是沈凡琛，沈家的人。那晚，我用黎思佳的身份去了晚宴，想要接近他，录下证据。可谁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有一刻，他和7年前的那个人太像了，我动心。本该答应您不再插下去，可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儿，我只能机关算尽了。爸，当你再醒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沈氏是怎么坑害我们程家的都查得清清楚楚。至于7年前的那个人，我想应该没缘分了。沈凡琛这种万年冰山居然会结婚，前阵子还猜他会孤独终老呢。好神秘啊！是影视千金，还是哪个女明星啊？会不会是搞错了？凡琛哥怎么会突然订婚呢？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给他下了药了，你还能把事情搞砸？他会不会是为了应付信托临时找的？只要这桩婚事出现问题，一定给他搅和。这朝野还在戛纳领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季朝野，3料影帝，他不是在海外吗？
静帝，影后淫威，歌后 Teresa， 国民初恋白小都向你示好，你是为谁回来的？他们都是朋友。今天是我哥的大日子，作为弟弟，怎么能缺席？这么好啊！哇，咱怎么突然会是唱这个？说大老远就回来了，是吧？很好吃，来了。就是她呀！哇，这太美了，太美了，好漂亮！这是哪个童话里走出来的？哎，他耳垂是塔希提珍珠，去年苏富比拍出了1000万天价。金影帝是火，沈大少就是冰，可这冰一化，比火还烫人。沈大少真是绝了，这未婚妻就是行走的高奢广告啊！你是那个黎思佳的导师？你是林小姐？姑妈，你看他就是那个任小星。什么任小星？之前我朋友跟我提起过，他那个培训班教的是什么礼仪理财。原来是一个培训班的老师，这么低的身份也配嫁进沈家？这沈家往上数3代，哪个主母不是非富即贵？怎么就选了个干培训的？这门婚事我不同意。区一个培训班的老师，跟我们是门不当户不对，怎么配嫁进我们沈家？您天天催着我结婚，现在我结婚了，您又百般阻挠，是何居心？对呀，这季少爷回来的突然，难道是为了夺权？这还真是真的，这个就是为了夺权。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您的关心太沉重了，恐怕凡琛承受不起。长辈说话哪容得了你在这插嘴？你是什么身份？公开下聘，明媒正娶，您呢？这豪门的事情真是不简单，真的好像连个戒指都没有，就把孩子给生了，这多丢人！你们给我闭嘴！凡琛哥，你可知道她是怀了我的孩子。她怀了我的孩子。哎呀，姐，不对，按照信托条款，她要还有了个种，赵爷岂不是进不了董事会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姓沈就够了。今天到场的各位，咱们在商言商。你们看重的是白纸黑字的合约，还是我未婚妻的身世？小星是我认定的人，就算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我也会让他坐稳沈太太的位置。有不满意沈家的，现在就可以走。哥，眼光不错。这嫂子，我认了。真的认了，这就嫁进豪门啊！果然不会是他啊！沈小姐，您的行李已经运到，我家少爷还在应州，稍后就来。谢谢。按照沈家的祖训，订婚以后需要在沈家试婚半个月，以备考验。试婚？考验？没错，在此期间，除了沈家主卧以外，我们会在你住的地方放置摄像头，是为了确认订婚的双方是否合适。哪种合适？从性格到处事，房事、子嗣啊，当然你有身孕，这个自然没有问题。从您的出生证明到大学成绩单，
都不会漏查。为了公平起见，你也可以对我们大少进行背调。他一个大名人，我调查他有用吗？这个您自己决定。祝您顺利通过试婚，成为我们沈家的女主人。表现不错，沈太太。兵行险着，这是你的风格。不过敢在订婚宴上公开你的身世背景，恐怕明天你的消息就会上热搜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他们让你娶门当户对的女人，可是恐怕无论是哪一家，都会和你那个继母有利益牵扯。你只能用我这样身份低微的人来打他们的脸，证明你就算娶了一个一无所有、声名狼藉的女人，依然能稳住现在的地位。你还真是不怕死。我将成为你的妻子，是贫是富，大家早晚会发现。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婚宴上闹一场大的，用我的事引季曼丽出手，这两般八卦上来，大家肯定是更爱看影后小三上位史啊。既能爬床，又能下药，还能耍了季曼丽。你很有意思。你我分房睡，互不干涉。公关部门会打点好今晚来的宾客，以后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未婚妻。等试婚结束，我会另外给你安排住所。分房睡不出3天，各大新闻肯定会传出沈太太独守空房的绯闻。所以至少在沈宅，我们得演得像回事。想玩火？同床不共枕，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可我睡不着怎么办？难道你想？放心，你很安全。你说的睡不着，就是各干各的呀。城市财务造假调查。睡了。
嗯。糟了！你要干什么？啊，我画设计图，缺点模特数据。你还有这爱好？哎呀，半桶水嘛，都是半班需要。正好缺模特的数据。你身材比例这么完美，借我量一下。你觉得我信吗？当然了，确实很完美啊！你看，1、2、3。还要量吗？我帮你量。哼，没用的东西，连个培训班老师都比你强。这样来看，那晚下药倒是让那个小贱人讨了好啊。哎呀，季昭也还真坐飞机走了，还认他当了嫂子。姐，昭野这是不争了吗？他不争，我争。还有半个月的试婚，我要让任小星过不去。姑妈，那凡尘哥哥之所以选他，归根结底不就是因为他怀了个孩子吗？我也是，是不是？哎呀，小机灵鬼儿。你还好吗？再睡一会儿。沈氏冻结了你所有的账户，晋夫人说了，再不让出继承权，护照也会被吊销，永远黑在这儿。扔红灯区。第3天了，今天再不接客，就把他打死。
老实点，谁会点台都被下药，他凶得跟狼一样。再不开荤，你得死！我要他。你也被下药了。你还好吗？再睡一会儿吧。我今天的飞机回国，这是临别礼物，你自由了。沈总，坏了！我刚得到消息，季夫人说关心小姐身体，要带她去做全面检查。刚刚以您的名义，已经把她带走了。沈家骨肉，马虎不得。顾医生可是我7年前重金挖来的，很尽责。任小姐，今天只是常规采血检查，很快就好。不必了，上周我都去医院检查过啊，医生说孩子很健康。但是，这健不健康可不是由你说了算。你放开，放开！顾医生，是7年前来的沈家吗？顾叔叔，你这给我喝的什么？小月，你最近在医院陪床太累，歇一会儿吧。这样好像跟之前的不一样。夫人放心，新药效果更好。哎呀，我的好姐姐，以前你样样都比我强，但是你别忘了，10分红石变成灰。不要，我不要扎针！你们这样对我，沈凡琛同意吗？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沈家，可你呢？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病？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不，放轻松，不要动。不要！疼吗？别怕，有我在。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动我的人？凡琛，
这顾医生只是给他做了一个身体体检，这血也都抽了，今天肯定是要出一个结果的。夫人，报告好了。樊琛，你看看吧，这要不是我在这儿给你把关啊，你就被这个女人当傻子耍了。任小姐的血样里没有检测出妊娠相关的激素，疑似假孕。任小杏，你好大的胆子，挂着假孕的幌子在这儿来向我们骗婚，你真当我们沈家是你这个不明来路的女人随便进的？别耍花样！他就是一个满嘴谎话的一个骗子，这以后不得给我们沈家丢尽脸了？哎，走。顾医生，这份报告，我以多年行医的经验担保，检测结果绝对准确。这份报告的主人的确没怀孕啊。可这报告的主人是我吗？采取样品，大家全程都盯着，肯定是你的。我要求看看监控，那个冒牌货不能让他进门，你懂吗？我会把备好的未孕血样藏好，换掉他的样本，可就是怕沈总会带着他去医院复查呀。那个血样只是一个引子，我已经安排好人了，只要他出了这道门，过了今晚，无论他肚子里的种是真是假，我都会让他变成假的。但以防万一，绝不能留下任何证据。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人把季家的监控动了手脚。唉，这今晚毕竟是家丑，我早就让人把所有监控都关了。沈小姐，你还是别再挣扎了。任小欣，你先跟我回去，这事以后再说。樊琛，你还维护这个骗子？孩子是我和他之间的事，与你无关。别急啊，我说看看监控，说的可不是季家的监控。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啊！管家跟我说，为了保证试婚考验到位，沈宅里除了卧室，到处都是对着我的摄像头。你想查沈家的监控？哎呀，你看我被你们带来之前，我也是嘴馋，一口气吃了10来颗从婚宴上带来的喜糖。我爸爸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我照顾病人久了，有些指标自己就看得懂了。正常人吃了这么多糖，血糖至少会升到6.0毫米每升以上。可是这份报告里面，这血糖怎么才4.8毫米每升啊？啊？哼，所以说明这报告根本就不是我的。不愧是你。走。顾医生，这血样早就被污染了吧？应该是怕查出我真怀孕，打了你这个假血样的脸啊！顾明远，你太过分了，竟敢弄虚作假，是谁给你的胆子？我也是想替夫人分忧，所以才自作主张。来人，赶紧把这个家伙给我赶出去！别急啊，你这把顾医生赶走了，
之后你又得找人再来抽我的血啊！我看谁敢。以后你再敢胡来，就别怪我不客气。让姓顾的滚！哎，沈总，别呀！我尽情尽力为沈家7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您高抬贵手啊！夫人说了，今晚从宅子出来的人，务必给打到半死。夫人不是说了，要打的是个女的。动手！错不了，上！啊！你们要干什么？啊！是夫人要灭口吗？看来已经有人帮你收拾了顾明远。你信我？坐稳。找人收集顾明远干过的脏事，我要让他身败名裂。好的，老板。设计反击，步步为营。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知名医生顾明远近日被揭露曾多次非法使用药物，受害人还包括当年的程氏夫人，而他在被人打着残疾入狱后，因重伤不治而亡。妈，当初你病重，让我去找季曼丽，说她是你表妹，受过你很多恩惠。可结果呢？她却派来了顾明远那个人渣。后来，在你死后很多年，我才明白，什么表妹，不过就是嫉妒了你很多年，处心积虑的要搞垮我们程家。你看，恶人有恶报。下一个就轮到季曼丽了。沈凡琛，我也不会放过他。沈总，我们将任小姐那晚留下的血样做了检测，她没有怀孕。果然。沈总，您猜到了？我不大明白，您为什么要私下做检测，而不去当面质问她呢？这么狡猾的女人，看她在你面前撒谎，多有意思啊！任小新，你敢骗我？你真以为自己能脱身？沈凡琛，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顾明远死了，你高兴吗？高兴啊。不过你好像靠我太近了吧？沈凡尘，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合约夫妻，而且我还怀着孕呢。怀着孕呢？我就是好奇，我们的孩子是在这儿，还是在……别伤着孩子了。你怕这个？当然了，你和我结婚，不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吗？万一这个孩子出事没有了，那我们不也就……没事啊，那我们就再生一个。沈总，任小姐曾是名媛速成班导师的消息被曝，现在网上已经传开了。哟，这沈凡琛他千算万算，也想不到他竟敢娶了一个捞女们的头头啊！幸好我提前让人打探出来这些内幕了，这回那个任小星啊，可得身败名裂了。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激怒他？哼，凡琛的未婚妻被人踩成这样了，他也不出来维护一下，这说明两个人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嘛。哦，对了，下周封上大赏，沈氏会作为赞助方参加，要不我们让他更难堪？准备好了吗？封上大赏的总编高鹏就是被一捞女抢的男人，他最恨任小星这样的人了。都听说了吗？今晚沈总和那个任小星都要来，他那个顶层资源规划课都被爆了，净想着嫁豪门了。要是高总编真让这女人进场，明年的女性力量大赏我肯定不来了。任小姐是吧？抱歉，你不能进去。今晚封上的主题是女性力量。高总编的意思是，我未婚妻不符合今晚的主题。我可没有指名道姓，但物化女性，把她们作为上架工具的，不适合我们封上。都是女人，大家嘴下留情嘛。小柔，女人和女人可不一样，你是靠设计师本事吃饭的，哪像她？对，这个女人现在啊，名声都已经臭了，还妄想挤进我们的圈子，赶紧赶出去吧，晦气！高总编，在你指责他之前，能不能先搞清楚，他的名媛培训班教的是什么？
还能教什么？教怎么嫁豪门，教怎么用身体换取资源。他教的东西，我们比你们更清楚。抱歉，沈总，私人飞机在这附近不好降落，所以耽误了些时间。还真是活久见，顶级豪门掌门江夫人，还有月星科技首位女总裁苏童，还有老牌世家的主母向太，这几位怎么都来了？你口中物化女性的任老师是我的恩人，当年我的女儿被家暴，我要为她找一个权势更大的男人压她前夫，是任小星她拦住我，她教我女儿怎么搜取家暴证据，争取财政独立，还告诉她自己站稳了才是一辈子。我初入职场时被人潜规则，当初遇见了任老师，教我如何化险为夷，走到今天，我的公司市值过亿。现任是因为欣赏我的能力，才跟我走到一起，而非所谓的依附。我受沈总所托，向大家展示一些东西，请大家把手机打开。这什么呀？新闻上名媛班的学员，他们曾被家暴、被欺骗、被职场打压，是任小星用高额学费当幌子，变着法子把钱还给他们。原来任小星开课帮他们找到真正匹配的人，是为了帮他们重新站起来。他还帮他们求学、创业。不可能！那他为什么不解释呢？他是为了我们这些人着想，不想揭他们的伤疤。我们看到小星在网上被围剿，是自愿过来帮他证明。任小姐，是我没有查清楚就妄下断言，我向你道歉。没事，我都习惯了。能把这些人物都找来，沈总花了多少钱？我只是不希望沈氏名声受损罢了。刚刚得到消息，今晚的风尚年度人物，组委会一致同意颁给任小星，是他让女性力量更动人。欢迎颁奖嘉宾，影帝季昭野。影帝啊，怎么来了？哎呀，在哪儿？太不可思议了吧！可算见到真人。昭野，他不是在海外拍戏吗？他怎么回来了？我回国筹备新戏，有幸见证这一切。没想到我未来大嫂不仅聪明，还有故事。如果有一天，大哥受不了你这些故事，想放手了呢？给今夜最闪亮的星，也愿你的光芒不为任何人而熄灭。沈凡琛，今晚谢谢你啊。怎么谢？你想我怎么谢啊？我有一个问题，你办名媛培训班不是为了钱，你的目的是什么？
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针孔没了，结果可不会变。那晚你从季家离开之后，我就把你的血样送去医院检测。你猜结果怎么样？根本没有怀孕。糟糕，被他发现了，得想想办法，否则就查不出当年的事。我真是自作多情，我还以为哪怕只有1秒，神总会信我。别说这些了，你还欠我一个解释。为什么骗我？我解释过了，是为了你啊。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是真的，我本就没有那么爱钱。从很久以前在杂志上看过你的脸之后，我就那晚终于得偿所愿了，后来居然还想贪图更多，所以才用了那种方式。既然被拆穿了，那我们可以解除婚约。这段日子我真的很开心，对不起，我就先离开了。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沈凡彻，你疯了！一个人自转的寂寞。沈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既然你要的是我，那你就留下，直到合约期满。沈凡彻，你别后悔。我知道你是个骗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当当当当，我的露娜小公主，生日快乐！妈咪，这不是你的项链吗？对，这一条项链一半是星星，一半是月亮，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物，送给你。星星，月亮。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给你起名叫知月，就是希望你也遇到一个懂你、爱你的人。知月，知月，他会懂你、爱你。懂我，爱我。对，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离开你，但是等到那一天，会有一个人替我们陪伴你走到尽头。爸爸妈妈，我不要你们离开。任小星，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我这是动心了。
落灰的黄，遮盖的伤，躲在你的眼光，默写你写过的愿望。这是试婚结束，我马上带你去领证，我们的合约进行下一阶段。可是你已经知道我是佳慧，昨天晚上不是说绝不动心，各取所需？你就是我的所需。我的身体，还是一切。沈凡琛霸气护妻，沈凡琛与任小星正式领证。沈氏集团股价单日上涨8%。是他回来了，是他，是陈之月。从那天晚上回来你就这样，你到底慌什么呀？爸，你还记得陈之月吗？就是他，就是他，陆南城。你是说程家死掉的那个女儿？对，当年在英国，他永远都是第一，他每次举奖杯，都喜欢这么亲一下。别一惊一乍，那就是个动作而已。爸，那个动作刺激的我当年根本都睡不着觉，我比任何人都熟悉，永远都比我强。温柔，你说我们比赛后该去哪儿玩啊？我哪有那个心情想这些啊？我不像你，化名录呢投个稿都能被顶级时尚杂志录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哎呀，就当来玩嘛。哇，这就是传说中的红灯区啊！之月，走一天了，喝点咖啡吧。谢谢。糟了，我的手机落在刚刚买咖啡那儿了，我现在去拿，你在这等我啊。哦，等等我啊。我给他下了药，让他在红灯区失了阵。第二天我按您说的，我本来想着去偷拍他出事的照片，可我到那之后就看到一个男生躺在那儿。程之月，你在红灯区招嫖，我要把这些照片都公开。程之月吃的可真好。不对，他人呢？当年我就是拿了他的设计稿，才得了后来的金奖。后来您跟姑妈害他家破产，他都没来得及追究这件事情，就自杀了。到现在你还留着这半条项链干什么？一开始是心虚，我怕扔了被人发现。后来他死了，我怕他回来找我。我听说留着死人的旧物就能防止被索命。别做贼心虚了，他都已经跳江死了这么多年，就算是鬼都已经投胎了。可是尸体一直都没有找到啊！爸，这个任小星出现的太蹊跷了，如果他真的是程之月的话，那到时候追查出来这件事，他肯定会报复我们的。避开沈凡琛，先找到证据，让他再死一次也不迟。收到你的消息，我都吓死了。你这假音被揭发，也太惊险了。幸好你以退为进。
但是现在沈凡琛除了那方面，对我戒备心都很强。哪方面啊？哎呀，哪方面？哎呀，好了。总之，现在要继续查线索，还得另找切入点。行吧，不过幸好啊，拜沈凡琛所赐，你最近风评不错。我借着是你助教的关系，又拿了一些当年沈氏收购程氏的消息，发你邮箱了。所以这件事跟季曼丽那边关系不小。昭野，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沈凡琛这一次又赢了，我们母子迟早要被他给赶出去。我回国就是为我的新戏星月如初找戏服设计，没空管沈家的事。到底是戏服重要，还是沈氏的权位重要？你的心是铁石打的吗？我早说过，我对权位没有兴趣。这是我自己写的剧本，我必须要把它给拍出来。真正能让我上心的，就只有这个。你将来被人踩到头上，你迟早会后悔。Luna， 源自拉丁语的月饼。不知道你是谁，但是看到你这个设计，我都爱上你了。季哥，查遍了设计圈的数据库，Luna这个名字太常见了，找不到匹配的人。再说了，就一不知名的设计，能行吗？这个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缠枝纹的设计，又叠加了星月元素。我饰演的是一位穿越时空的东方匠人，只有这个最符合意境。可这是7年多前的作品，估计设计师早转行，或者换艺名了。找到这本杂志的编辑部，要投稿时的原始邮件，必须找到它。季哥，你要的邮箱。编辑部说只知道是个华人女生，当时投稿说这个设计是为了贴近她父母的爱情，他们曾邀请Luna到编辑部面谈，但她根本没有出现。试试总比放弃好。你好，我是演员季昭野，偶然看到你署名 Luna 的星月缠枝纹设计，想邀请您担任我的戏服设计师。让星月交缠中的爱情走向国际。你看这里，当初程氏的财报，很可能是季曼丽利用你妈妈的关系偷的。我这旧邮箱怎么老弹出这些广告？季昭野，我没看错吧？才收到他们，季昭野，季曼丽的儿子，竟会来找你帮忙设计戏服。星月缠枝纹，我当年在国外上学，没有机会来参加爸妈的结婚纪念日，就只好把这个设计图当成礼物送给他们。一定是他们在天有灵，这才让这个成为了让我接近仇人的机会。可你要是答应季昭野，不就暴露身份了吗？不会，当年我总得第一，爸妈让我别总出风头，所以我投稿的时候都用的 Luna 这个化名。用这个化名的设计师很多，没人能确定是我。可你已经是沈凡琛老婆了，这样去找季昭野，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顾不上。之前在调查沈氏的时候，我得到过的消息，季昭野的工作室和季宅相连。现在沈凡琛那边线索中断，我只能接近季昭野，才可能得到季曼丽犯罪的证据。季哥，预约的Luna老师到了，赶快把他请进来。可他是……大嫂，你怎么来了？季先生，
我就是你要找的露娜，只是用起的化名。你是露娜？星月禅之纹，我17岁时画的作品，星月交叠加上中式古法刺绣，表达坚定与守望的爱。可我怎么不知道我大嫂还学过设计啊？之前在名校设计系旁听过，这个设计图就是当时的作品，只可惜家里中间出了点变故，就只能被迫中断了。收到你的邀请后，觉得星月如初这个故事值得我把这个爱好再捡起来。若季先生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洽谈合作。你不怕我哥生气啊？你怕了？求之不得，来。这是今天的事。是。太太早上9点钟从沈宅出发，司机按您说的，偷偷跟在后面，到了星野工作室楼下，看着他，进去了。现在是下午3点，他人呢？至今还没出来。所以，他去找了季昭仪。是的，沈总，您也别多想。二少爷他虽然是3料影帝，粉丝上亿，平常爱和别人开玩笑，但他毕竟是您弟弟啊，肯定不会。而且论条件，他哪比得上您啊？您是沈氏首富，要资源有资源，要身份有身份。可任小星没这么爱钱。开车，我现在去找。哎，可沈总，您下午还有一个跨国会议呢。推迟，告诉所有合作方，会议推到明天，现在立刻布置。是。没想到你对设计这么有见解，这么多年来，你是第一个这么懂我的人。我不是懂你，我是对美的一切都略有心得。那既然对设计上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聊聊合作方式吗？可以，一切就按照你最舒服的方式来。我希望在设计期间，我可以随意出入你的工作室。随意出入？可是你知道这个工作室连着我家呢。我这个人习惯加班加点，这创作灵感一上来，控制不住啊。可是有这个权限的，除了我妈，也就是这个工作室未来的女主人了。既然如此，那算了。万一是你呢？有了这个，就能潜入季家了。谢谢季先生。那既然确定合作，我们下一步干什么？我给你量一下尺寸，先把第一批样式做出来。颈围需要精确到毫米，肩膀放松。你身上的百合味很香，大哥知道吗？你可以自己去问他。你这里，你这里。是预言，这孩子是密码，我要你。You way too good at it. Your face was all in there. You can't keep doing that. The way you arch my back, then pull me close to you. You hit it like a champ. Damn, I'm so proud of you. 虽然只有这一回，但这也是我的第一次。我要记住你。You keep a secret, boy, I'm gonna surprise you. What is when you slide through? I should feel it. 哦，这个胎记啊，
我从小就有，拍戏的时候把它遮掉。你怎么了？是胎记，还有什么？沈总，太太还在上面，我们的窃听器被干扰了，只能偷听到季少爷把工作室的钥匙给了他，还说了什么女主人。季昭仪，沈总，当心啊！你一直做过手术，皮肤比较脆弱。主客速度！这么别致的胎记，真要去掉？这是沈氏一族独有的，传到你们这一代，只有你和二少爷有。不要，哥，你要做掉胎记，你给我出去！我好不容易把你从国外救回来，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自己啊？我不是针对你，但姓沈的杀了我母亲，我恨透他，我不要跟他们一样。那你可别后悔，这是知情同意书，这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手术过后你的胎记会消失得毫无痕迹，你再想要回来可就没有了。我绝不后悔。你给我出去！以后在外面，不许再提及我有过沈氏胎记的事。对不起，我没有做这么多事。这个胎记，从今往后不许对任何人提起我的胎记。这个胎记，世上估计就我一个人有。那7年前的夏天，你人在哪儿？7年前，我在欧洲经历了一些我不想回忆的事情。比如呢？比如我去了红灯区，跟那些恶霸打了一架。总之，你不会想知道的。红灯区，原来是你！你怎么了？竟然是他！我怀念了7年的人，拿走我第一次的人。大嫂，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我不敢保证我把持得住。我该这么做，可是7年，当初的那种感觉，一样。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现在要报仇，如果我和昭野相认，一定会连累他。我在帮昭野量尺寸。管他叫昭野，你们两个量尺寸，需要靠重金吗？哥，你这是关心则乱，嫂子只是给我设计个戏服而已，难道也不可以啊？任小星，你要是缺钱，我可以给你。现在，立刻跟我走。我不。沈凡琛，我不是你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我也有我的理想和追求。你的理想，你的追求，就必须在他季昭野的工作室实现吗？必须让他松口。季姐这颗心绝对不能动。对，我被他打动了。你还真是容易被男人打动。我意思是，我被他的故事打动了。穿越时空的匠人，只为守护一颗真心。那你知不知道他的电影《万众主》，你错一步就万劫不复。那我也想试。沈凡琛，我们虽然结婚了，但这是我的权利。季昭野，他疯你也陪着他疯，你是什么居心？哥，我季昭野选合作伙伴，看的就是才华。
他的设计里面有股劲儿，是我找了大半年都没找到的。快把嘴闭上！他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他有天赋，他有热情，他想往上涨。你也不能一直把他压在花盆里。赵野说的对，沈凡尘，你到底在害怕什么？你是怕我做的不好给你丢人，还是说沈总真对我动心了，在吃醋？我是怕你不自量力，最后摔得粉身碎骨。就算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能自己爬起来。总之，这个活我接定了。你敢？为什么不敢？哥，沈氏我都已经让给你了，我只是借用嫂子几天，这难道也不可以吗？对，更何况你管得了我的人，也管不住我的心。任小仙，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今天要是执意留在这儿，就不用跟我走了。好，一切后果我一力承担，不用你操心。好，非常好，那你后果自负。不过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合约。每晚12点之前，必须回沈家。沈凡琛，是你把他留给我的。那个，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叫你小星吗？可以啊。那既然要合作的话，这几天你就住在这儿吧。不过我哥刚让你12点回家，你还真听啊？又不是小孩子。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还不能跟他相认。以后他只要在招野办公室，所有的监控画面立刻传到我手机上。沈总，这样会不会不太好？照做，而且我要最高清的画面。简直是开玩笑！有那么多的设计师，你偏要找那个任小星，还让他住在你的工作室里。是啊，赵野哥，我也是学设计的，我也可以帮你啊。我看过你的设计，也就那样吧。那也比这任小星强啊！他的履历我看过，根本就是一个野鸡大学出来的，没干过什么设计。这件事情太离谱了，根本就是那个沈凡琛派他来当卧底，想害死咱们母子。妈，如果你看过他的作品，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看这个，虽然他没有相关的学历和经验，但就凭他7年前画的这张图，我愿意把我的故事交给他。露娜，是任小星。大师，还请您给我看一下，这条项链的主人到底是死是活？此人已万劫不复。也就是说，死了？但其已归来，并将夺回所有。
程志远还魂了！大师，求求你救救我！除非带上故人旧物，在他附近施法，方能化解怨气，逢凶化吉。但这极其困难。多少钱我都愿意。师傅，这事不会被揭穿吧？那林婉柔一看就心虚的很，我胡诌一通，他也信。可他要是这么弄，结果无效怎么办？到时候就说是厉鬼索命，怨气太重，价钱再加10倍。沈总，这些活动文件都等着您签呢。您看着任小姐这边的监控，您看了1天了，这还有好多会议。如果公司没有1天就会垮，那这公司不要也罢。林婉柔，她去那里干什么？把她给我带来。凡尘哥哥，你为什么让人把我带到这里来？你大半夜跑到季昭野工作室干什么？我就是听说昭野哥最近在忙戏服设计，刚好我之前在国外买了一些适合做戏服的材料，我就想着给他送过来做参考，没想到刚到门口就被你的人拦下来了。刚到？你至少在那门口待了半个小时。我只是不确定那个材料合不合适，加上我听说任小姐也在里面，我要是进去的话，会不会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这就是你说的材料。这绝不能让凡尘哥知道当年的事情。是，这个是我以前的旧项链，我听说昭野哥的心跟星月有关，我就想着拿来做个参考。这条项链是你的，为什么它只有一半？当然是我的。这个项链的吊坠本来一半是星星，一半是月亮，后来发生了一些意外，就只剩下一半了。意外？凡尘哥，你能不能别问了？项链给我，你先回去吧。不行，这个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放心，我会还给你的。奇怪，凡尘哥对我的态度怎么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冷漠了？难道说大师做的法真的奏效了？早点回去吧。居然真的是他。沈总，已经找珠宝专家鉴定过了，这2条项链材质一致，断口吻合，应该是同一条项链。同时，我们也查到了林小姐7年前的行踪，
他确实在欧洲。所以他7年前确实去过那里。沈总，您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有些事情回忆了很多年，知道真相时有些失望罢了。您指的是林小姐？你问太多了。无论如何，林婉柔也算有恩于我。通知子公司，下个月的时尚线的主设计师换成林婉柔，并注资10个亿给他的工作室。是的。什么？沈总，那任小姐会怎么想？照做。是。能用钱还，根本算不上债。林婉柔，7年前的那一夜再美好也过去了，对你的恩，我也就能做到这份上。让我们恭喜林婉柔小姐。谢谢你，凡尘哥，我怎么报答你都可以。好好做，就是对我的报答。林小姐，有人说沈总这么做都只为你一人，但他也有家室，您对此作何评价？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我是绝对不会破坏他人感情的。大师，我想要得到凡尘哥，想的都快要死掉了。您帮我做法的当天，我就转了运。求您再帮我一次。一切皆有缘法定数，施主不可太贪心。师父，8位数。但心若诚，定数已变数，唯一阻碍是面前挡路定数。只要他跟季昭也发生些什么，凡尘哥也更加灵动了。远看是枝蔓相连，近看是星月相依，就好像是一对恋人。这灵感来自于7年前的欧洲。你在那边有没有见过一种项链？星星和月亮相交，相互缠绕，合则相交，分则守望。这么有意思。我之前有过一条，我之前看别人有过一条这样的项链，挺好看的。他总问我7年前的事，难道是已经得到了什么消息吗？可绝不能说出大哥那段不堪的过去。没什么印象。这些天，只要我一问7年前，他就承诺，那段在红灯区的过往一定让他很难受。没印象也没关系啊，我们来日方长。你总问我这些，是发生什么了吗？没什么。是不是因为大哥之前投资了另外？那是他的决定，我无权干涉。我尊重你的决定。好啊，任小星，你得了凡尘哥，居然还想勾搭朝野哥？哼！凡尘哥哥，我有件事，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申总，这是时尚线刚汇总的投诉记录，近1周来已经有13起内部反馈了。设计部的人私下说，林小姐连基础的面料特征都没摸清，把饭喂到她嘴边，她连张嘴接都不会。把她架空，只留下名誉设计师的头衔。但钱照付。
是，沈总，您这是要养着林小姐？你问的有点多了。是。任小溪，你怎么敢？这太太怎么这样？你们不是刚结婚没多久吗？要是没有那张证，恐怕他早就跑了。太太是不是因为林小姐的事儿在那里赌气啊？沈总，等等我！退车！安保队、医疗队都候着，出人命了！是执行导演，我得接一下。对了，这几天你也累了，你要是困了，可以到休息室休息。我刚让人收拾过。好。季家和工作室相连，如果想找到证据，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小星，我确认了，季曼丽和林万明今晚出席活动都不在季宅。另外，根据可靠消息，季曼丽平时在审视的资料习惯用一个 U 盘装着，上面有7颗钻石。这个东西他应该不会随身携带着吧？很有可能就在季宅。你仔细小心，季宅外面到处都是监控，你要出来只能从季昭野的工作室走。好，你让人开车在工作室外等着，季昭野一回来，马上通知我。季昭野，你对我还真是一点防备心都没有啊。但是对不起啦，我得先报仇。小星，季昭野正在赶回来，还有几分钟就到了。好，知道了。可是这书房、资料室、楼上楼下我都找遍了，哪有什么 U 盘带钻啊？等等，带钻？季曼丽这个人穷奢极欲，U 盘对她来说不仅仅是财富，更是她炫耀的首饰。找到了，小星，季昭野回来了。小星，你在里面吗？再出去，还不如在这装睡。怎么门没关？坏了，忘锁门了。睡这么沉。你知道吗？我曾发过誓，绝不跟我哥争，所以当年沈家继承权摆在我面前，我主动退出了，把所有的机会都让给了他。但如果他自己放手，自己不珍惜，那我喜欢的人，我当仁不让。
季少野。季少野，动我的人！你别伤他！任小星，你在维护他。一切都是我的过错，你不要动他。好啊，真是相亲相爱。我没有，沈凡琛，你相信我，我可以解释的。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好好的沈太太不当，非要来她的工作室？解释你过了12点还不回家？解释你躺在别人的床上？还是解释你衣衫不整和别人亲吻？哥，不是这样。沈凡琛，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就这么饥渴，一晚上都等不了？我饥渴？我哪比得上沈总您啊？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捧那个林婉柔了。不是，你就因为她就要躺在别人的床上？至少她比你强，她不会把真心当商品随意贩卖。沈凡琛，你混蛋！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混蛋。沈凡琛，你混蛋！你放开我，放开！任小香，再给你一次机会，今晚跟我走，合约继续，否则一切作废。复仇才刚刚看到希望，我必须留在沈家。那你还信我吗？不信。那些都无所谓了。开车。你真的爱他吗？沈凡琛，你疯了！这是在外面，这是车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疼。知道什么是疼吗？是和至亲的人分离，是被最爱的人背叛。我们不过就是一纸合约，我也算你的至亲至爱吗？若说算呢？算了，这些都无所谓了。我只要你。管家大叔，管家大叔，你就把我放出去吧。太太啊，少爷有吩咐，在他从国外回来前，您确实不能离开这里半步啊。你们这属于非法拘禁，我可以报警的。您别急，您的手机和电脑都在床头柜上，您可以正常给外界联系，没人监管您。联系有什么用啊？我手袋落在季少野工作室了，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你说的是这个吧？
少爷回来时，就让人去二少爷那边取的。他特别交代过，您的私人物品任何人都不能碰，原封不动的给您带回来了。这他要是真尊重我的话，就不会把我锁在这儿。太太啊，这少爷要是真想为难您，您的手机和电脑早被我们监控了。但他说要给您足够的自由。他真这么说？太太啊，这少爷从小受了很多苦，遇见喜欢的东西啊，从来不肯说，永远克制。可唯独对您，他失控了。可他还一边失控，一边又不舍得真委屈您。我有那么特殊吗？太太，您就安心在这儿吧。少爷有事去国外，半个月就回来了。等他消了气啊，一切都好说啊。哎，那让丽丽姐过来看看我总行吧？好吧。小星，我按你说的，找了几家资深的财务分析师，还找了顶级的律师团队。当年季曼丽和林万明支持了几家城市的下游供应商伪造虚假订单，又联合财务公司做了假账。事发后找了几个背锅的，出来指认是程氏主导。所以当年的程氏是被精准设计陷害，我就知道爸妈他们一针一线都不忍心敷衍。程氏百年世家，怎么可能造假？林万明指使几家供应商突然要债，导致程氏资金链断裂。他们就是这一环接一环，毁了程氏。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那沈凡琛呢？他参与了多少？小星，我不想骗你，陷害程氏的财务公司，在后续还为沈氏服务了1年。从时间线和利益关联来看，沈凡琛不可能完全不知情。7年前，正是他从海外回国，接掌沈氏的关键关头。对，沈氏在高端设计领域一直被老牌程氏压一头。当年程氏一垮，沈氏立刻吞并了程氏的客户资源和市场份额，这之间的利益关系太直接了。所以沈凡琛还有可能是幕后主导之一。我之前看他和季曼丽关系那么差，还心存侥幸。是心存侥幸，还是动心？怎么可能啊！他是杀死我妈妈的人。你一向清醒，但当局者迷。这些年你为那么多人规划，难道忘了？我没忘。对仇人动心就是自设死局。你说的对，留在沈家越久，就会越依赖沈凡琛，越舍不得这份感情，就永远没有办法为程家翻盘。当断则断，我得先离开这里，去调查清楚，找到当年被季曼丽收买的人证是谁，再联合程氏当年的老员工，才能利用这些证据还程家清白。没那么容易。当年事发后，
那几个背锅的会计早就被季曼丽送出了国，城市的老员工也被沈氏施压，要么闭嘴，要么远走。更别说现在沈氏，现在安保三班倒，除了沈凡琛，谁都别想出大门。不，这沈氏老宅不是新建别墅。我看过这个房子的布局，跟程家当年很像。赵野，帮我逃出去。这后门只有历代家主知道，这代除了我哥，就只有我有钥匙。我就知道我没有拜托错人，谢谢你，赵野。我哥他没有为难你吧？我听说他把你锁在家里。他把你……他有分寸。抱歉啊，是我越界。你们毕竟是夫妻嘛。但是他把你锁在家里，这未免……赵野，求你帮个忙，我要跟沈凡琛离婚。这就是我的私人别墅，门禁系统呢是我亲自设计的，密码只有我知道。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哥，都进不来。谢谢赵野，谢谢你愿意帮我躲起来。说真的，我还挺意外的。我直到今天才知道，你们居然是合约婚姻。我爸那时候情况太紧急了，我很需要钱，所以才……本来是说好互不干涉的，没想到他对我的控制越来越强。说实话，我能理解。如果是我估计也控制不住，会想把这个婚姻弄假成真，会想把你牢牢拴在身边。那既然是合约婚姻，所以你从来就不是我真正的大嫂。我马上就帮你联系最顶级的离婚律师，确保你能离开我哥。在那之后，我能不能光明正大的追求你？赵野这时对我动了心，可我逃出来是为了找到证据，去扳倒他母亲。等这一切发生，他会怎么看我？对不起啊，赵野，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啊，我懂，我可以等你准备好。现在当务之急，我想出国，想彻底离开这里，离开这些是是非非。好，放心，我已经买好票了，过2天我带你一起出国。小心，这次我绝不放手。什么？他消失了？这根据监控，很可能是2少爷带走的。凡琛哥哥，真是抱歉，如果你不是在这陪我的话，这与你无关。我这是在自责啊。林小姐，你不必自责。沈总到这儿来是为了太太后面持续发展，谈海外合作。您来这儿只是为了买包包，本来就两不相干。我这是在关心凡琛哥。任小溪，你在哪儿？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立刻叫私人飞机回国。沈总，最近安全问题，私人飞机禁飞。那就买最快的那个航班。我找的那个大师可真是神人，凡琛哥离婚指日可待了。
海外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作为我的设计师与我同行。谢谢你，赵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们已经跟机场打好招呼，今天您的航班保密，确保没有粉丝和媒体随行。一会儿您和任小姐走专门通道，不会让外人发现。谢谢，赵野，谢谢你安排的这么周到。哼，还有更周到的。律师已经拟好了离婚协议。这么快？我还嫌慢了。你和他之间主要是有经济关联，这笔钱我会帮你解决掉。那我怎么还你钱啊？你呢，还要帮我设计戏服，慢慢还也不迟。对了，还有你爸爸，我已经让人转移到了另一家私密医院治疗，确保沈凡琛不会以此要挟你。谢谢你。你先签好协议书，等我们登机后，我会派人转交沈凡琛。小星，我不想胜之不武，你确定准备好了吗？确定啊。你说你要和我哥离婚，但这些天这枚戒指你从来就没摘过。可是你已经知道我是假怀孕，昨天晚上不是说绝不动心，各取所需？你就是我的所需。我的身体，还是一切。我们不过就是一纸合约，我也算你的至亲至爱吗？如果说算的，这少爷从小受了很多苦，遇见喜欢的东西啊，从来不肯说，永远克制。可唯独对您，他失控了。可他还一边失控，一边又不舍得真委屈您。还有时间，慢慢想清楚。我以为我已经决定好了，可不知为什么，就是下不了笔。实在想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到国外再说。天啊，好久见！有生之年竟然看见了首富。沈凡琛，他不是在出差吗？为什么会回来？他是为我回来的。哥，凡琛哥哥，你慢点儿，人家都追不上你了。哎，给我小心点儿，别弄坏了凡琛哥送我的包包。那是林婉柔，听说沈凡琛才刚结婚就变了戏，看来啊是真的，确实漂亮，听说还是顶级设计师。他把你圈在家里，自己却带着林婉柔到国外逍遥快活。哎，赵野，凭什么？你在这担惊受怕，他在那边跟情人回家购物。那是他的自由了，而且我也不想再看见他了。我哥哥还真是眼盲心瞎。眼盲心瞎的人应该是我。我竟相信豪门有当年爸妈那样的爱情，相信短短几个月，沈凡琛就能对我专一，我真傻。哎，凡琛哥哥，你没事吧？沈总，你没事吧？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有些不舒服。要不要吃药？啊？
我们查了监控，确实是二少爷用密道的钥匙带他走了。这算什么？私奔？而且，你曾经送他的珠宝首饰，他一样没带走。少爷，你这是什么？这少爷，您先别看，拿过来。这是二少爷那边刚刚派人送过来的。支票、离婚协议，任小星这是要跟我脱离关系，他连他爸都不管。太太的父亲已经被人转移走了，据说也是二少爷的手笔。也许你应该先看看这个。介绍一下，这位是任小星，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他都是我最重要的设计师。可据我们所知，他没有设计方面履历，而且他不是你哥哥沈凡琛的爱人吗？对于美的追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无论是他的设计，还是我对他。您这是在公开认爱吗？她是您大嫂，这样是否不妥？借此机会，我也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我的上一段感情已经结束了。少爷，现在满城风雨，为了您的名声，最好不要冲动。往好处想，这也说明太太之前对您并不是图钱呀。我倒希望他是图我的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想变心就变心。你现在立马派人去给我查，看看他在海外跟季昭野在干什么。是。离婚绝不可能。小星，这些是我们帮助过的女孩，她们知道了你的事，都自愿过来帮忙。你们都不介意我的过去？我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那么可怕的事情，难怪你会对我们这么同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谢谢大家。大家现在面前有一个名单，上面列着当年参与陷害程氏的人。我需要你们利用这么多年在国际上流社会积累下来的关系网，找出这些人，利用一切手段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小星，交给我们吧，你赶紧离开，季昭也还在剧组等你。好，大家不要露馅了，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季昭野的母亲，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小星，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当初说的那句话。什么话？我当时问你，上架是不是吞针？你说这是扳倒仇人的机会。原来你嫁给沈凡琛，就是为了报仇。对，我只是为了报仇，其他的什么也没想。
任小新，你为什么都不要？少爷，别喝了。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么放纵过自己啊！不，你错了，我放纵过。您说的是？对任小星，我放纵过自己的心，放纵过自己的情。哼！少爷，以您的权势地位，那想要逼太太回来是易如反掌。您还是舍不得呀。哼，他没有心，我逼他回来有什么用啊？哎，少爷，别喝了，少爷。樊琛哥哥还在喝，任小星和季昭野那边的戏都已经杀青了，他还没放下。劝不住啊。您先忙，我帮您看着他。啊，好。从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佛听到了我的祷告，让你看见我的好。你明明就是对我有情，不是吗？你干什么呢？啊，樊琛哥，我……删除立刻！谁给你的权利？你啊，你给我机会，给我投资，给我一切我想要的东西，你的偏爱就是我的权利啊！我只爱任小星一个人，你要不要脸？樊琛哥，我只要你，我不怕别人说我是三，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放开！你怎么敢呢你？我警告你，以后不准出现在我10步之内。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感情已经昭告天下，樊琛哥，我等你。小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个？都要。好消息是，通过几个月的努力，证人们终于都找齐了。等你回国办好离婚，跟沈氏切割干净，我们就能发动诉讼。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坏消息呢？坏消息是，国内时间凌晨发的 ，IP 是沈樊琛家。虽然秒删，但还是被所有媒体转发了。这不也是好消息吗？他已经有了新欢，肯定要放过我的嘛。小星，这照片我犹豫过，到底要不要给你看？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清醒一点。我很清醒。你骗谁呢？从你离开沈家开始，你就到处找证据，整个人跟丢了魂儿一样。能看出来，
你对沈凡琛还有感情，他对你也有心，但男人的心能分八瓣，他能给你的，也能给林婉柔、苏婉柔、陆婉柔。你要报仇，就不能再跟他藕断丝连了。好，帮我联系一下沈凡琛。少爷，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我说了，所有的电话都不接，所有的事情都延后。是太太。什么？小心。沈凡琛，好久不见。小星，你终于联系我了。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很好啊，马上就要回国了。我也很高兴看到了你的新恋情。不是，你是说林婉柔？我可以解释的。她……你不用解释了。我打电话是想通知你，如果你再不签协议的话，我可就要起诉离婚。你这么久不联系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对啊，不然呢，沈凡琛？本来我嫁给你就是为了钱啊。那我可以给啊。沈先生、任女士，确认协议内容无误吗？沈先生自愿付给您这些房产股份，还有现金。我净身出户，不需要。任小心，你就这么讨厌我？你对我到底有没有过一点珍惜？有。那我们那时动心是真的，现在要离开你也是真的。这一次，我也没有骗你。好，如他所愿。那个嚷着要离开的小孩，后来有没有幸福起来？那个耗尽他一生的等待，后来是否把委屈解开？太多人追逐摇摆平凡。这沈凡琛和任小星结婚的时候还亲亲热热的，这没想到这么快就离了。小柔，你是用的什么法子呀？姑妈，我哪有那个本事啊？不过呢，我找了个高人指点。姐，出大事了！你慌什么慌？这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这个陷害城市，证人名单。
银行流水，这都从哪儿弄的呀？早上董事会刚开例会的时候，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和工作书，是城市那边实名控诉，说我们联合沈氏做假账、挪用公款，活生生把他们给逼垮的。这当年我花大价钱告诉海外的那些人呢？活着的那几个律师，被他们活生生的从欧洲的贫民窟救出来，签字招认了。我记得有一个最关键的人证，被我们弄死了呀。那个死了的人，他的后人拿着他写的遗书，亲自找上门来了。现在人证物证都齐了。怎么可能？程氏他们全家都已经死绝了，是用的谁的名字？程之月。不可能啊！当年他已经是跳河自杀了呀！哎呦，姐，他回来了，而且他还拿着程氏的身份证明，还做了 DNA 检测，那就是他。你不知道的是，程之月，他就是任小星。我这就去找大师。金曼丽、林万明，我们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现涉嫌职务侵占、诬告陷害、单位行贿，依法对你们实行逮捕，请配合。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是季曼丽，你们抓错人了吧？抓没抓错，正是说了算。程氏后人实名举报材料、涉案会计证词、转账流水、遗书公证文件，还有 DNA 鉴定报告，形成了完整证据链。季曼丽、林万明，你们当年主导的财务造假构陷程氏，证人已经全部供述。这不是我主导的，是我姐。林万明，他让我干的。林万明，你给我住嘴！是谁指使你的？是你自己干的。这还只是第一笔账。季曼丽，当年我妈妈对你那么好，你却指使顾明远害死了她。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派人去灭她的口，她恨毒了你，什么都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要找律师，我要打电话，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律师可以找，电话也能打，但现在你给我走。顾妈，爸，妈，8年，我终于做到了。你是人是鬼？我是你们心中的好人，对吧？他们的账算完，你和我之间的账再慢慢算。完了，反正哥，他一定会帮我。季曼丽跟林万明都被抓走了。对，与当年程氏破产有关。据说证据流出，是他们联合财务公司陷害。他们当时想介绍那家财务公司来审视，被我发现了问题，合约时间未满，就都给开除了。对啊，当年您刚刚回国，根基未稳，等您发觉时，程氏已经垮了。他们还想对程氏的老人赶尽杀绝，要不是您及时收购，他们估计连补偿金都没有。还有，说，您知道实名举报的程氏后人是谁吗？他叫程之月，可原来任小星就是程之月。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跟他们说，你们让我进来，我就死在外面。蓝琛哥，是任小星要置我们于死地。
你在说什么呢？跟小星有什么关系？他都已经承认了，他就是原来的程之月。法成哥，我求求你，救救我爸爸！要是他自己做的孽，就该他自己还。可你一点都不顾虑我吗？你是不是还想着任小星？程之月那个贱人！我不许你这么侮辱他。你知道他的真面目吗？这些照片你从哪儿弄来的？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这是他当年去红灯区嫖男模的照片。我跟他当年是同学，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虚伪，所以才去拍了这些证据。还有，这条项链根本就不是我的，这是当年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赖在现场的。我当时问你的时候，你怎么不承认？我当时想着死者为大，我不想再说过去的事情，就把这项链认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没死。法琛哥，你要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啊！小星，小星，法琛哥，我知道他的真面目让人失望。不，我爱他所有的样子。你要去哪儿？去给他真正想要的。沈凡琛清理门户，为检方提供季曼丽与林万明犯罪证据。审视彻查季曼丽犯罪事实，竟翻出陈年凶案。沈凡琛将一叠泛黄卷宗递交给检察官，卷宗封皮“沈母意外身故案补充证据”字样清晰。季曼丽与林万明双双被判死刑。知名设计师林婉柔被指控抄袭及购买非法春药，出事后沉迷玄学，已精神失常，百年世家程氏恢复名誉。什么事？我是来谢谢你的，我已经知道了当年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而且你还帮了程氏很多，并且在我爸爸病得最重的时候，确实是你帮了我。现在程氏昭雪，爸爸康复，都得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发现是季曼丽害死了你母亲，我也得感谢你。其实我还想跟你道个歉，之前我为了复仇利用了。如果我说我是甘愿被你骗的，你和林婉柔是……我和她的关系我可以解释，我当时只是……沈凡琛，沈凡琛，这是你打我那一拳，我还给你。打吧，这是我欠的。知道我妈对你不好，但我没有想到要用她的命去还。昭颖，是我对不起你，是我骗了你。这是我们母子该赎的罪。我妈从你家拿到太多，我也有享有过，我该还。不过我没有想到，从头到尾都是我自作多情。你别怪他，要怨就怨我。不，我只怨我自己。8年前我为什么把你从红灯区里救出来？什么8年前？什么红灯区啊？当年我妈把他丢到了海外红灯区，我赶到时，他刚刚接了第一单客人，他还跟个傻子似的，捧着半条月亮项链。月亮项链？哥，如果当时我没有心软，我是不是还能见到我妈？对不起，我可以补偿你，我可以把沈氏一半的股份都给你。我不需要。我亲手选的设计师，给我设计了这样一场好戏。人生如戏，我愿只活在梦里。赵颖，对不起啊。沈凡琛，刚刚他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你真的曾经……对，8年前，红灯区。任小溪，不，程之月，你该对我负责了。这条裙子也太精致了，还有这条项链，一看就是沈总的心意。听说程氏不仅恢复声誉了，还拿了国际专利，真是苦尽甘来啊！之前帮季昭野设计戏服的那部电影，拿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小欣姐已经回归顶流设计师行列，这沈总要不是先下手为强，还不一定轮到他呢。该改口啦，他现在啊叫露娜程，大名鼎鼎的程之月。之月，爸爸真的很高兴，你找到了爸爸妈妈都希望你遇到的人。沈凡琛，我问你个问题。知无不答。现在的我，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而你爱的，是程之月，还是任小星？我爱的是陪我度过低谷的程之月，我爱的是我一眼就动心的任小星，我爱的是和我斗智斗勇、并肩同行的沈太太。无论是星是月，你都是我暗夜里唯一的光。下雨别忘了带伞，下班对你说声你回来了，是我最甜蜜的习惯。2人份的早餐，好幸福啊！真好，太般配了。整个城市从此不再孤单，因为你的存在。今生能遇见我的月亮，遇见你这颗星星，遇见你，真是我的幸运。那你愿不愿意为这份信任签个合约啊？啊？什么意思？我们这次结婚还签合约？还签合约？别啊，小星！沈凡琛与程之月自愿缔结婚约，合约期限为永久。哇，这也太浪漫了吧！好浪漫！下。沈总，签不签？签，不过我要加条补充条款。解约方式：死亡。对，只有死亡才能让我们分开，下辈子还要和你在一起。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自己都难。看呢，亮不亮？哪儿呢？爸爸妈妈，你们快来看呀！沈念星、程思月，你们俩慢点跑，别摔着了。你也慢点儿。这2个小家伙，甭管他们。真是太淘气了，都随你了。
今天是我们相逢的第10周年，让他们疯一会儿吧。行吧。你说月亮每天都在变，星星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幻想，根本什么都看不清，咱们还造这么多望远镜来守望，是图什么呢？你问的真的就是星星和月亮？以前我骗了你那么多，这10年你就一点都不介意啊？月有阴晴圆缺，星星看四方，可无论星光还是月光，和他们在人们眼里的璀璨，就像这些年你留在我身边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真切发生过的。星是虚幻，月是万变，就像你一样，你可以骗我1000次、10000次，但是你带给我的光，带给我的信仰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现在我回答你一个问题，我认为的守望，就是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